南开高热，爽就站起来啦！Hello， 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台湾男。今天这部影片呢，我们将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在我目前所有的抽角池当中呢，到底有哪几只角色是你必须培养的，以及林书豪、James 跟 Curry 这几只呢，你到底该如何选择，才可以少走一点冤枉路哦。好，那首先我自己本身呢，现在的排位是黄金主力2哦，那这个大概就是一个主力仔的排位，是没有很高哦。但是呢，我自己本身算是灌篮高手老玩家了，那我在这边可以跟各位刚踏入这个游戏的玩家分享一下，这个游戏跟其他的篮球游戏基本上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游戏，它没有所谓的机制球，也没有所谓的顶投，你能够做的事情就是想办法去找空位去投篮，空位进球的几率呢本身还蛮高的。那我们接下来就直接来讲一下 Curry 跟James， 你应该要优先抽哪一个？那我在这边直接先说结论，各位不要犹豫，直接全抽 James。James 这个角色呢，他一直到陆服已经推出了好一段时间了，他都还是目前 T0 的存在。基本上只要是所有的投篮角，所有需要防守的角色呢，都是要由这只角色呢来操烂他的。所以呢 ，James 我觉得是人人必抽的一个角色哦。James 这只角色呢，他现在比较微妙的地方就是，他主要还是要作为防守端的工具人为主哦。他的进攻呢，其实是不太行的，只能偶尔去找一点点空位，好来偷分，他只能用偷分，他没办法真的去硬打篮下。但在一开始的这种低端排位的虐菜场呢，他还是可以常常冲进去灌篮。那为什么我不推荐大家抽 Curry 的原因，是因为呢 ，Curry 就跟现在的勇士队一样的，基本上他就是一个体系球员。什么体系球员呢？体系球员简单来说就是他必须要建立在一个队友跟你都很有默契、有配合的情况下，他才能够真的打得出一点什么东西来。但是我当时呢，在直播的时候呢，我跟我的队友呢也尝试过去做挡拆，去尽量拼空位，但我发现他一场空位放箱2球以上是非常基本的一件事情。这点我一定要跟营运讲一下，我觉得这个很有可能是数值值错了哦。这营运可能真的要看一下，这一般 Curry 只要是挡到空位出来呢，他很难放枪的耶。那每一场都打得好像是只得4分的 Curry 一样哦，好像怪怪的。好，所以总之呢，这是我不推荐大家点 Curry 的原因哦。好，那在我们所有的紫色的角色卡当中呢，你应该要优先培养哪一支呢？来，我自己玩过的整个的体感下来呢，我觉得有几支是可以玩的哦。来，首先第一支，这一支是我首推，每一个人人都必须得练的角色，就是我们的中锋丙皇卡佩拉。这角色实在太强，现在呢，基本上这个游戏呢，他玩的基本不能顶投，所以呢，你只要踩到干扰，几乎都是不会进的。那这个时候篮板就会特别重要，你在篮下一定要有一个硬 C 去卡住位置。基本上这只角色只要站在篮下正篮下的地方，给他站得好好直挺挺的，没有人可以推得动你。而且这个游戏有一个很奇妙的地方，就是我只要站好位置了，我卡在篮下，我稍微方向键往外面推一点，你会发现外面的人都会给你震开，就等于每一个中锋只要站对位置，就会内建集训鱼柱唇的大招的感觉哦。其他人都会被你震开，震开的那个硬直时间，卡佩拉就可以直接去抢板。所以这个游戏呢，抢篮板它的位置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那再来其他呢，像是速度型的中锋啊，阿德巴约啊，或者是诺基奇啊，这几只角色呢，其实我就还好哦，就不太推荐了，因为这几只角色呢，它本身都带有进攻的属性是比较多的。但其实大家都知道，中锋主 C 这个角色呢，通常用来做进攻，要么你的进攻就是真的要超强。可是阿德巴约跟诺基奇啊这些角色，他的进攻能力又真的没有到顶级，所以呢，这几支就是我没有很推荐的原因哦。那首推中锋，各位不用犹豫了，直接卡佩拉绝对没问题。那另外呢，还有一个这个飞利浦啊，这飞利浦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不知道这是游戏的问题还是怎样，反正这游戏角色模组超级大只，超好笑。反正呢，如果说你是一个斜咖啊，那我就建议你可以养飞利浦这角色，他真的超好笑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他就是一个超级斜咖角。好，那在大前锋呢，我直接跟大家首推胡里奥。胡里奥这只角色做得非常非常的强。第一个，他可以中投哦，
他可以接球中投就算了，然后他还可以极限补位，他极限补位的那个大招能量只需要600就可以马上用极限补位。那极限补位呢，它有一点就像是传说对决的闪现一样的概念哦。就基本上你如果要守空间阵，拿这支出来绝对不会错，因为这个游戏你只要稍微踩到一点干扰，对方飞大招基本上都是不会进球的。所以狐狸妖这个角色呢，我觉得是我首推大家一定要练的一支角色。那当然呢，我个人最爱的Zion Williamson 大哥灌篮这个角色，目前我觉得还是很迷哦。为什么还是很迷呢？就是如果说你要用它来灌篮的话呢，你会发现其实很容易被盖烂，可是它又有的招呢就不太好盖。好，比如说呢，它的这个胖虎下山的技能，这胖虎下山的技能呢，它是随机触发的。就是我只要把方向键推动向篮筐方向，然后再按投篮，它就会触发某些特别的灌篮动作。好，比方说呢，它可能会触发这个自抛自灌啊，像这样自抛自灌啊，或者是呢，它可能又会触发这个转体灌篮，像这种，它可能就会触发这种不同的灌篮方式。那这个帽点呢都不太一样，然后呢，他带力量套灌篮的话呢，你会发现对手很容易出现对抗失败的情况，所以这个呢，就是我们在全明星接球派对里面真正的大哥了啦。哦，所以像我呢，本身就是直接练爆这一支人，然后他的灌篮呢也是有1、2点要去猜，不过他的2点有个缺点，就是蛮容易放枪的。好，那再来呢，讲到小前锋。那小前锋的部分呢，那我觉得就没什么好说了。LeBron James 是必练的，然后呢，这个 Paul George。他的动作蛮骗的，但我觉得也只有前期虐菜而已。在后期呢，我们昨天呢，像我跟武藤老师在排，然后撞到小七恩，然后撞到芝士他们呢，其实这几支基本上我们都是不太会拿出来用的。然后 DeRozan 呢 ，DeRozan 这个角色中投算是蛮稳定的一个角色，但他的进攻呢，我觉得也相当的有限。只能说这个角色本身呢，他的进攻呢蛮好摸索的，所以只要在能够踩到干扰的前提下呢，他也发挥不了什么作用。那再来讲到分位这边呢，我也推荐大家一个人人必练的角色，那就是 Booker。好 ，Booker 这个角色呢，他的前突的突破超级容易吃身位，他呢有点像是以前我们在守藤真剑司，你在守他的时候呢，就必须要由中锋来帮他踩一个他向前突破的那个速头，所以这角色他在这个速头这么难踩的情况下，他就很有可能会逼着2个人一定要去外面包夹他。但他的一个小缺点是，2个人去外面包夹他，刚刚我们有说他的突破是往前突的，所以我中锋出来补，我就有更多的机会可以再进去补到篮下。所以呢，这支角色呢，他还是有一点小缺点在的，但是呢，瑕不掩瑜，我觉得他仍然是一支非常难守的角色，而且他的大招呢，基本上你只要踩到是轻干扰，他大招都有很高的几率会进球，他的3分球甚至比 Curry 还要再更准一点。然后还有 Klay Thompson 这个角色呢，我觉得他也是蛮好用的一支角色，而且我甚至会觉得他的3分球比起 Curry 还要再更强一点，因为 Klay Thompson 他有一个3分漂移投篮，他的大招呢也是算是3分必进的，而且速度还蛮快的，整体来说算是蛮稳定的。好，所以这支呢我也非常推荐大家可以练。然后再来 LaVine 这个角色，我一定要跟大家讲一下，这个角色我不知道是我的问题还是怎么样，他的帽点超级短。昨天我跟武藤老师撞了一整个下午的LaVine，这角色超级难盖。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有把这只角色盖烂啦，但我是觉得我跟武藤老师，我们2个在玩灌篮高手，我们的锅点认知程度应该是不会差到哪里去，可是我们就是怎么盖都盖不了这只角色。这个角色你只要满突，他那个灌篮实在太多种了，那个帽点更不知道该如何抓。所以呢，如果说在场有朋友啊，你知道 LaVine 怎么盖的，也麻烦你在下方留言分享一下，这个可以让我们呢来做个参考。我们不管是早帽晚帽，我们发现呢，他都会跟我们讲太早或太晚，所以这只角色真的是一个非常奇怪的角色。我不知道现在该怎么定义这个角色，但我目前呢会把它归类在呢不是需要必抽的角色，因为他这个盖帽的情况，如果真的那么难盖，到后面呢被暗改那是非常合理的。
好了，再来我们就讲到控卫了。那控卫的部分呢，刚刚前面有说嘛，我们的 Stephen Curry 呢，我不推荐大家抽，但这并不代表 Curry 本身不强哦。Curry 本身呢，他还是有一定的强度的，你还是没有办法去放掉他的三分，尤其是在他开大之后啊，有时候他顶头还是蛮容易进球的哦。那这一点呢，一定要帮 Curry 平反一下。他本身呢，虽然是一个体系球员，我虽然刚刚不推荐大家抽，但是呢，他只要是打三排，他还是会有一定的强度，因为他一定可以拉一个人出去防守他。我觉得这点是蛮重要的。然后再来是其他的角色，像是林书豪或者是 Westbrook 这几个角色呢，林书豪本身的强度呢，我自己是没有练，然后我也很少遇到哦。但是这支角色的强度呢，我看了高冷无的直播，大家如果有兴趣啊，可以去看一下高冷无的直播。这角色的强度呢，我觉得是相当有限的，没有说特别的强，但就是不上不下的那种感觉，我觉得就普普通通嘛。我倒是不推荐大家真的去花资源去抽林书豪，有闲情逸致再去抽他就好。如果你真的是书豪忠实 fans 的话呢，那我觉得是可以抽啦。然后再来呢，有一只角色很微妙，就是我们的 Murray 这只角色呢，他的进攻呢，如果你会用的话，它会有一个也是类似闪现的动作哦，那个很难抓，所以这角色呢也是我蛮推荐。如果有些同学你想要去钻进一只角色，这角色如果你会玩的话，它真的是蛮难守的哦。我觉得目前为止啊，你只要能够出到大空间阵，好，比如说配一个可以有接球中投能力的大前锋，然后加上一个主塔卡佩拉，然后再配一个 Stephen Curry， 这个阵容超级难守。Stephen Curry 很容易会逼到两个人必须要去守他，所以两个人在要守他的情况下呢，势必就一定会放一个人空档。那一个人呢，也许就是我们的正解，我们的胡里奥这个角色呢，我真的很推。所以呢，如果说有抽到这个角色的人，不要看他是原创角色，就觉得这个原创角色好像没料，这个原创角色真的还蛮强的。好啦，那以上就是关于角色的一些基本的推荐了。好，那么以上呢，大概就是今天这部影片呢要介绍的所有内容了。那最后呢，再做个总结哦。简单来说，现在 James 跟 Curry 这一池呢，要怎么选呢？不用怀疑，如果呢你是一个单排玩家，那么直接选 LeBron James 就对了。LeBron James 呢，他在防守上可以提供给你最多的保障。好，那再来呢，如果是 Curry 的话呢，那么你必须要多排。所以呢，如果你跟你的好朋友有一起玩这个游戏的话呢， Curry 我觉得也是蛮必要抽的，因为他可以在三分外呢给予对手呢更多的威胁。好，那再来呢是所有的角色里面呢，各个位置我首推的球员呢，中锋卡佩拉，大前锋胡里奥，然后再来呢，小前锋的话 LeBron James， 分位的话 Booker 或 Thompson，Lavin 呢就是一个迷之角色，控卫呢 Stephen Curry 跟 Jamal Murray。好，那以上大概就是今天这部影片呢要跟大家介绍的所有的内容啦，希望大家都可以玩全明星街头派对这个游戏玩得开心，玩得痛快哦。我们下部影片见。